这个玉楼夫人这么多年从未登过门，为什么现在忽然来了？女君可否说得再清楚些？她此次前来是带着粮食来的，想必是有备而来。可是我已经找伯父要了种子，若是这个时候南军收了他的粮食，那燕州的脸面往哪儿放？哇，这香车怪好看的，马车里的是谁啊？这是玉楼夫人的香车啊！是那个传说中的玉楼夫人吗？啊，额头上有牡丹花钿的那个。武山国苏氏，命格极好，天生的尊贵人。哎呀，难怪两位将军亲自出城迎接呢。果真是个美人啊，真漂亮。世人模仿阿姐，却不及阿姐的1/1000。太多人相信命运，可有几人明白，这世上从无唾手可得之事。就算上天赠予，也需自己努力。我今日之所得，并非轻易而来。世人愚昧，妄图添个花钿，便得到阿姐的牡丹气运，却不知天命难改。阿姐自幼背负武山国苏氏命脉，又得名师大儒的指点，眼界非凡，岂是其他俗女子可比的？也不能这么讲。此行若是拆不散乔薇联盟，那在你姐夫眼里，我与这些俗女也无异。这便是威侯为我们安排的住处。对，这是我们余郡当地最好的驿馆。玉楼夫人不满意？怎么会呢？此处是闹中取静，正合我意。威侯有心了。太夫人说你一路舟车劳顿，可以先行在驿馆休息，不必进御区府中。阿姐不是说威侯会安排我们住在府上吗？为何是驿馆呢？想必是乔女的主意吧。绝美花钿，保证贴上1日桃花开，3日姻缘到，10日免得痴心看。哎，两位大爷，来2贴送给家里夫人，这可是余郡眼下最时兴的装扮了。小爷讨姑娘欢心，用不着这个。走了。眼下最时兴的，给我来一张。好嘞。多少钱？3文钱。店家忽悠人的话你也真相信？小桃要的肯定不是这个呀，他不能喜欢。别瞎说啊，不是给小桃的，我自己贴不行。怎么了，东哥？哎，我把这个给你。这个你怎么也有呢？现在余郡的姑娘就喜欢这些花钿装饰。哎呀，我送玉楼夫人回来的时候顺道给你买的。哎，现在女孩子咋都喜欢这东西了？谁喜欢了？这种狐妹子的东西，谁爱要谁要。好。嗯，陆玉姐。哦，不讲，不要就不要嘛，你生啥的气了吗？你知道啥呀你？我问你个事儿，你如实跟我说啊。听说玉楼夫人以前跟魏家议过亲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
底是喜欢了还是不喜欢了？太夫人，玉楼夫人前来拜见，请她进来。是。也请朱氏过来见客。是。祖母有客，那孙媳就先退下了。你留下吧，没关系的。按照辈分呢，她应该叫我外姑祖母。在她幼时，曾经和我非常亲近。好。侄孙女娥皇拜见外姑祖母。快起来吧，看座。谢外姑祖母。听说你夫君病重，我只不过是过寿而已，这么千里迢迢的你还过来？外姑祖母，娥皇虽在边州身为女君之位，却也是处处受制于人，如履薄冰的。每每思及幼时，外姑祖母对娥皇很是疼爱，今年更是思慕心切，这才贸然前来，为其未扰外姑祖母清静。如果想散散心，那就安心住下。多谢外姑祖母。啊，这位便是仲林夫人乔氏，照料内外非常周到。早就听闻微侯夫人有玉日之华之貌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令人倾心。方才光顾着同外姑祖母叙话了，是我的不是。在此，向妹妹赔不是了。往后若有机会，还盼与妹妹多些往来，才不负我今日之一见倾心。玉楼夫人谬赞，我心一头。妹妹不必见外，我幼时便与微侯一同长大，你可唤我阿姐便是了。玉楼夫人如今远嫁边州，贵为边州女君，妾年纪小，不敢坏了规矩，还是唤您一声玉楼夫人吧。不敌妹妹燕州乔氏身份尊贵，乔公人质之名更是盛满天下呢。是娥皇失言了，外姑祖母莫怪。太夫人，夫人来了。儿媳拜见婆母。哎呀，娥皇，好久不见，你已经越来越有福相了，这才是一方女君该有的样子啊！夫人谬赞了，当年与君一别，没成想竟是这么久不能再见了。夫人待我一向是亲如女儿的，娥皇在边州每每思及过往，都会忍不住垂泪。当年确实是娥皇迫不得已了。瞧我这记性，光顾着叙旧，差点把正事给忘了。外姑祖母，我听闻荣郡正在闹饥荒，来时便备了一些粮食，随我一同带过来了，就全当是外姑祖母的寿礼了，还望外姑祖母不要嫌弃。粮食并非寻常之物，这件事情必须得仲林做主。仲林肯定会收的，毕竟看在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嘛。哎呀，娥皇啊，你看你处处想着仲林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这才是一家人嘛。这些闲话就不要说了。祖母想必也乏了，那孙媳就先回去了，改日再来侍奉。你有心了。大家也都歇息去吧。啊，是。太夫
夫人，这个玉楼夫人看起来比之前仿佛圆润了不少。就这，她还说她在边州受制于人，过得不好。哎，之前呀，她对咱们南军照料的无微不至，还以为她有心跟南军，没想到啊，她在新都一事之后没2年就嫁去丹郡了。她也是为自己的前程打算，无可厚非。我跟她算是没有缘分吧。我瞧着，威侯那位心腹很是伶俐能干，夫人操劳了这么久，也终于能享享清福了。享福？我是没有这个福分了，只求这巧女能让我过几天安生日子，就够喽。夫人何出此言呢？方才我看外姑祖母对她很是偏爱，我还以为……你刚来1天就看出来了，可想而知，我这平时过的是什么日子。这婆母一贯强势，那巧女呢又会装柔弱，硬是哄着仲林，把我的楚玉给赶出家门了。哎呀，现如今他们祖孙2人一心，整个家里只有我一个外人了。那仲林为何不帮夫人出头啊？仲林他忙，先是忙着修永宁渠，后来又是忙着给荣郡通渠，这些事儿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就不能给他添麻烦了啊。还是做母亲的最为儿子考虑，旁人谁都不行。哎呦，那是自然，还是你最懂我。哎呀，这回要是能在府上多留些日子，陪我好好聊聊，该多好啊！夫人方才说，威侯忙着给荣郡通渠，可我想着新都和盘邑不才刚刚竣工，为何要着急向荣郡通渠呢？可是遇上了什么难处，或许我能帮上忙呢？我听说是荣郡遭了旱灾，燕州呢要运一批麦种过去，所以要通渠。哎呀，这些事我们女人又帮得上什么忙呢？奴曾和夫人提议，可以主动在衙署相见，可玉楼夫人坚持来此处。无妨。玉楼夫人，一别多年，你是微好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与你还有伯公，我们常在这庭院中玩耍，无忧无虑。如今一别多年，这庭院也破败不堪，但置身其中，一切都好似昨日。是啊，的确恍如昨日。我虽然出身武山国，但幼年最快乐的时光却是同你们一块度过的。如今重回魏国，倒像是回到家乡般亲切。这魏国的确算得上是玉楼夫人的第2故乡。那日我入府，得知外姑祖母身体康健，家中一应事务条理分明，皆是魏侯夫人的功劳。乔氏温顺体贴，蕙质兰心，可谓付出良多。是啊，她的确辛苦。何止是辛苦，而我更是心疼。我听闻妹妹很受家中疼爱，一应事务从不操心。如今来了魏家，却要如此操劳。仲林，我有心相劝。妹妹料理魏家事务已属不易，而乔家与魏家恩怨纠葛，政事纷杂，就不必让她操心了。我这几日一直在想，这个玉楼夫人这么多年从未登过门，为什么现在忽然来了？女君可否说得再清楚些？她此次前来是带着粮食来的，想必是有备而来。可是我已经找伯父要了种子，若是这个时候南军收了他的粮食，那燕州的脸面往哪儿放？
我知荣郡旱灾，燕州欲送麦种来援，应是妹妹欲缓和两家关系，但难保乔家人会心存歹念。我此番来，不仅是为帮外姑祖母过寿，亦是为帮危国分忧。我特意带了粮食前来，可帮荣郡赈济旱灾。这批粮食既非武山国所有，也非出自边州，只是我个人的心意，为侯莫有压力。一旦燕州和魏国联手在荣郡通衢，那必然会对边州形成包围之势。他们怎么可能就这么坐着不管？所以这个陈翔才让玉楼夫人前来当说客，为的就是不让魏国在荣郡通衢。修许乃魏国正室，如今玉楼夫人是为边州的女婿，你我二人之间不方便谈议正事。这粮食我不能收，荣郡旱灾，各郡已经出手相助。更何况，乔魏既然联盟，我就不能背信弃义。是我思虑不周了。我就先走了。仲林，那个魏良，哎，就拿着这个狐妹子的东西羞辱我，还笑。女君，那玉楼夫人跟南君，那可是义过亲的。那又怎么了？那又怎么了？那，哎，咱们前脚送走一个证书，后脚又来个玉楼夫人，那女君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若是每天琢磨这些有用没用的旧情，那这日子才是真没法过了。反正我听说那玉楼夫人约南君相见了，咱也不知道这旧情人重逢是什么场景。当年伯公走后，我别嫁他国，如今你可还在气我？彼时我也年幼，此事并非我所愿，我也是被迫。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。现如今，唯愿玉楼夫人万福不尽。南君，南君，原来你喜欢这东西啊？那回头带你去街上多买几个样式。南君每天日理万机的，哪能劳烦南君操心我的事儿？还有，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给南君更衣。不必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这白给的粮食，魏侯竟然不收。他是碍于我边州女君的身份，要刻意与我疏远。
燕州乔祖为太夫人贺寿，特送来麦种。既然威侯接到阿姐的身份，那阿姐，往后你该如何施展手段？我若不好施展，那乔女是仇家之女，她就更不好施展。威侯念旧，也记仇了。当年我与魏家议亲，若不是乔祖背信弃义，魏家突遭家变，我攻他，苏家也不会再将我改嫁边州。这仇我都没忘，威侯更不能忘。既然如此，阿姐，往后我们该如何？既然通渠是为了麦种，威侯拒绝我的粮食也是为了麦种。那这麦种若是出了事，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步暗棋。那就有劳魏使君了。先生不必客气，我该替荣郡的百姓感谢燕州支援麦种才是。应该的，应该。使君，麦种已称重完毕，请使君过目。定要严加看管。是。不愧是威侯府中走出来的人。若是换一些好衣物，这身段面貌也如贵女无二了呀。可惜了。事急从权，无意冒犯娘子。小生初来于郡，有些路不认得，想问娘子寻个方便。郎君请讲。娘子可知去威侯府的路如何走？威侯府？你要去寻威侯？是。你是何人？回娘子的话，这位郎君是武山国苏氏的少主，听闻威侯府中太夫人过寿，特来祝贺。原来是贵客来访。在下苏信，字子信。我见娘子姿容绮丽，不知是哪位狠心的夫家，竟让娘子孤身在外做活呢？去侯府的路不远，只是要费些周折。若郎君不弃，带我回家换身衣物，再为郎君亲自带路。小生求之不得。这把伞你且先带回去。多谢公子。阿姐，得手了。楚玉被婆家给打了。哎呦，你快把他接到院里来，我好好问问他啊！可是太夫人曾言，不许楚玉登门啊！哎呀，你把他接到外院来啊，别让老夫人知道不就行了吗？我这就去。哎。这一大早，伯母要去哪儿啊？女君，女君，宾客的名单已经出来了，不用去过问夫人了。女君，这里有于郡的寿宴礼法记录，
族谱、历年的宾客名单，还有一些家族集会的记录，都供女君参考。你有心了，这些东西我能拿回去看吗？当然，不过女君不用费力搬回去。南君说了，书房留给您用，缺什么书卷记载，找奴要就好。这是南君准备的。是。这南君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可能是怕我搞砸寿宴，给他丢人吧。但南君会不会是真的为了女君着想啊？楚月，哎呀，快让姨母看看！姨母，哎，你快救救楚月啊！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这脸怎么了？哎呀，快起，快起！哎呀，他家潘我和外男不清不楚，实则生的赌徒花光我的嫁妆，想讹我再向姨母要些钱财。姨母，这太夫人问我说得清，可是把我害惨了。其实姨母这日子也不好过呀。要不是巧女阻拦，姨母早就顺心如意。看来，要办成此事，还需要巧女露出马脚，姨母才有说话的余地。有我的好婆母给她撑腰，我能如何？这办法倒也是有，就看姨母的意愿了。拜见使君。今日仓库有无异常情况？一切如常，请使君放心。阿姐，成了。这么大的寿诞，必得热闹些才行。智儿，此事既不是巧女干的，也不是魏延干的，你得向各位宗亲给个交代吧。就是，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怎能如此对待我魏国百姓？主公，一个是女君，一个是表兄，你当作何选择呀？哎，使君虽然兄妹，但是和主公到底是亲兄弟，不可徇私包庇。哎，那个，张夫人，张夫人晕倒了。祖母，祖母，晕倒啊！祖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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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十一，这里的人都不许走。是。祖母，婆母，祖母，婆母，这是燕州送来的麦种，还请您二位检阅。其实这粟麦就是一种改良后的麦种，秋分的时候种下，1年5月即可得到收成，以解1年夏秋青黄不接之需。只是这粟麦一直是燕州独有，燕州产粮卖粮，但从来不会送种。此次借祖母寿宴，分享麦种，燕州愿与魏国休戚与共。这什么味道啊？莫非是发霉了？是啊，哼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啊，我今天倒是想问问你，你们乔家安的什么心？14年前，在战场上临阵毁誉，这害得我们魏家还不够惨吗？你既然拿这些烂种子过来以次充好，拿走。伯母，此次送来的麦种，都是儿媳亲自检验过的，每一颗都是精心挑选的麦种。而且此次事关两家结盟，又涉及民生大计，乔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。而且依儿媳看，这麦种颗颗饱满，没有坏掉。这种子虽然不是烂的，但是它浮起来了。呸！居然是熟的！熟的！这种子就是熟的！熟的！真的是熟的！熟的！这熟的种子如何播种呢？容我看看。
说种子生熟难辨，就要让百姓辛辛苦苦播种下去，他麦种就不发芽，百姓肯定以为伺候庄稼不够尽心，由此错过了播种季节。这粮荒倒比今年更加严重了。民以食为天，各位，这多大的仇恨呢？啊！是啊，那什么心呢？这种不出粮食啊，其心可诛。我看这燕州到我们魏国，祸害百姓来了。今天一定要给我们个说法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麦种可是国之根本。给我们个说法。都说燕州的麦种好，万一以次充好，岂不苦了种田的百姓吗？这麦种蒸熟再晒干，若不仔细分辨，确实不知生熟。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看，有浮起来的。你看，就是熟的吧？没错，都是熟的。这种子都是熟的，这不可能啊！女君，小人不知啊。祖母，各位叔伯，我伯父虽然糊涂，但姿势体大，他绝对不敢贸然拿魏国百姓的性命开玩笑，此事绝对有误会。误会？啊？还好没有战事，如果有战事呢，粮草先行。到那时候百姓吃什么？士兵吃什么？啊！乔族心思何其狠毒！说呀，连年粮荒，再有征战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要不然我去求救南君。魏家二郎，南君也未必会救我们。如此祸害我魏国百姓，今日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！你要给我们个说法！你要给个说法！与君来到魏国，处处谨慎，和我一样。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名女子啊，一名闺阁女子，对于前庭政事能有什么关联？我看啊，是乔越自作主张。祖母，此事兴许是有人在其中构陷，还请祖母明察。还查什么？事实就摆在面前，你还想狡辩？这未必是燕州送来的种子。这明明就是燕州送过来的，还想狡辩？就是你们燕州使者呈上来的，还能有错？如此蒸熟的种子来骗老百姓，是何居心？祖母寿宴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闭嘴！侄儿，都熟的。此事我已知晓。那既然知道了，就把女君发落吧。这祖母寿宴，木偶戏没看上，倒看上了一桩悬案。我看，这是有人存心要我们魏家丢脸。有何悬案？这明明就是乔女早有二心，想借坏种，让我们魏国遍地饿殍，不顾百姓死活，蠢蠢的恶毒。你笑什么？我在笑。如果你跟我说，这乔女要毒死我全家，我都信。但我绝不相信，她会坑害百姓。起来。祖母，先前在新都，乔女不顾自己的名声，助我重得民心。新都百姓心甘情愿主动服徭役。之后在排役，她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，与我一起击退梁牙敌军。之后，又以燕州乔家的身份，说服当地的能人异士助我修渠。这永宁渠14年后重新运转，都是他的功劳。你们在场这些人，不能喝着杯中的酒水，却不记得他人的好啊！如果他想坑害百姓，不必如此大费周章，只要不帮我修渠就行了。所以此事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跨越
生何只为能够读懂你？洁白的羽翼飘落在手心。这麦种进鱼菌之前，定是称过重的。晒干的麦种要比生的麦种轻一些，所以是否被调包过，一称便知。来人，来，称重。这女君与男君夫妻一心，自然是不会被刺的。这麦种若不是入库前出的问题，那便是入库后出的问题了。这粮库，不知是由谁负责呢？难道对南君别有一心的，是另有其人？哦，照玉楼夫人所说，这事儿不是乔你干的，就是魏延干的。嘿嘿，热闹。主公，还称吗？智儿，此事儿既不是乔你干的，也不是魏延干的，你得向各位宗亲给个交代吧。就是，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怎能如此对待我魏国百姓？主公，一个是女君，一个是表兄，你当作何选择呀？哎，使君虽然兄妹，但是和主公到底是亲兄弟，不可徇私包庇。哎，那个，哎，赵夫人，赵夫人晕倒了。祖母，祖母，晕倒了。祖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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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母。陈十一，这里的人都不许走。是。祖母。祖母。祖母，您的身体当真没事儿？世元呢？我已将他和乔氏分别看管了起来。啊，祖母，你为何怀疑此事是表兄所为？钟离，我不敢赌。我明白，祖母心疼外孙，但我也心疼表兄。就算此事是表兄所为，我也定能护他周全。您放心。有件事，我须得告诉你了。你可知道我们是如何与边州结怨的吗？我的女儿，你姑姑青云，外界传说是她和家奴生下了世元，其实不然，她是为边州陈滂所害。陈滂？对，你姑姑青云刚刚及笄，就被边州陈滂掳走。3年后，你祖父夺回了她，可是她已经怀上了世元。您是说，表兄是陈滂之子？对，青云生下世元后，郁郁而终。陈滂因为一己之欲，害死了我的女儿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报仇。可是世元毕竟是青云的骨血，我思考再三，决定对外谎称他父亲入赘后死了，所以我把他养大。那表兄可知道此事？我一直刻意隐瞒，可是这次世元回来，跟从前不一样了，好像是知道了些什么。世元负责掌管仓库，倘若在众家将面前果真查到了世元头上，那可是死罪呀！即便他做错了事，也不能丢了性命。钟离，此事务必要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哪，快！你们都不出声音了，我告诉你们哦，我抓到谁的话，就要陪我共度良宵。
你怎么来了？虽然我今日抓到的是你，但是我不会浪费时间与你共度良宵的。这祖母为了你都晕倒了，你也不知道派人去看望一下，问候一声。祖母身体怎么样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她就是做做样子，你不要诓我。那你应该知道祖母的良苦用心。可你呢，不想着自证清白，还和九娘在这厮混。良苦用心，祖母不肯查验脉种，是怀疑我吧？你呢？派重兵把守，也是怀疑我吧？我要是真的想要看守你，怎会允许你在这儿找九娘寻欢作乐？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保全你。保全我？哦，连你也相信是我做的？你们宁可相信那乔家人，也不肯相信我。那你呢？你相信我吗？我到底怎么惹仲林不快了？你是否有去意？想回汴州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果然，你果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。你既然知道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，我拿你当亲兄弟。亲兄弟又如何？我是陈滂之子，汴州血脉。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表兄。你不担心我图你家主之威吗？去吧，脉种之事就是我做的，你们也不会信任我，以后也会对我有所提防。这都是你的无端猜测。那乔家女呢？你为何要监管着她的书信？阿姐，此事虽为精巧，可若是威侯严查下去，必定会引火烧身的。这个计策本就称不上严丝合缝，但我赌的是威侯对家人的情分。阿姐的意思是，难不成威侯会为了仇家之女而严查自家兄弟？威侯这人啊，虽然冷漠，却对家人是极好。若再查下去会害了自家兄弟，那他便不会这么做。这南军派士兵日夜值守，不许让我们离开寝屋半步。女军分明就是冤枉的，眼下却无计可施。这按照魏国律法，我们是要被处死的。娘，别说这么不吉利的了。不是不吉利呀，我一把年纪了，倒是不打紧儿。可你们还都如花似玉呢。娘，如
如果你跟我说这乔你要毒死我全家，我都信，但我绝不相信他会坑害百姓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？这不是女君送给太夫人的镯子吗？不是我送给太夫人那个，但是样式一样啊。这盒子为什么这么眼熟啊？你不必为镯子的事忧心了。你主要找到了。那失而复得，确实更好。原来是一样的，那就算咱们的镯子没找回来，女君也不用害怕。那个镯子是我和南君对祖母的心意，但这个镯子是南君对我的心意。小桃，研墨。哎。帮我把这封家书记住吧。这麦种仪式可以是正事，也可以是家事，但奈何魏典等人借机挑唆。主公，查是不查，您是否有了决断？不查，女君直接定罪。查的话，那万一跟史雄有关系，还能杀自己家的亲兄弟了啊？南君，这是女君寄往燕州的家书，请南君查阅。这都什么时候还寄家书？扣下。是。来，拿来我看看。我知南君为难，无论作何抉择，切皆不怪南君。南君，那此信还要不要寄往燕州？不必了，这信中都是些胡言乱语、不知所云的话。是。我出去一趟，你们不必跟着我。主公吩咐的事儿已经有眉目了，确实有人去过粮库，并且没有记录在册。好，此事定要彻查。是。为何又被退回来了？难道现在寄信都寄不出去了吗？待明日回家再说。别慌，南君自有安排。刘丹，杨丹，李丹，主公。今日称重，24担麦种，重量总计21担。入库前24担，重量不一致。看来真不是乔家干的，这不就说明麦种是在逾矩，被动了手脚。如此，此事应该魏使君负责呀。主公难道要大义灭亲？主公公允无欺，宁敢牺牲手足，
也会查明真相的。诸位说的没错，这麦种入库出户重量不一，肯定是守粮库之人难辞其咎。我看尽快发落魏延，以平民心。侄儿，莫非你想徇私？乔氏清白，但我相信表兄也是无辜的。此事疑点重重，还需继续彻查。但查明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豫郡。这是画大人谋划，难道是6亲人谋划？不管怎样，谁也离不开豫郡。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这乔氏还真是被冤枉的呀！你说什么？微侯当真要彻查此事？阿姐，请宽心，证书那边呢，我已经处理干净了。此无对证的事儿，查不到您头上的。你们怎知南君今日回来？是南君告诉女君的。别人遇到这种事儿，都会先为自己开脱，可你倒好，反过来要安慰我，叫我不要忧心。在苏木寿宴上，南君出言维护了我，那就是你是相信我的，所以就算最后这件事归咎于我，应该也是迫不得已。我不想让你为难。我已下令让人彻查此事，所以还需些时才能回来。好，南君，终于收拾好了。那走吧。夫君等等。麻烦南君帮我把这封家书寄回去吧。女君还未告诉婢，女君是如何知道今日南君会回来的？是南君告诉我的。南君和女君是在打什么哑谜？你是说此前偷偷进入粮库的是证书，而且是多次输入，形迹可疑啊！魏铎已经去寻人了。主公，属下去镇书婆家寻人，得知镇书竟与昨夜暴毙。这证书一死，表兄就更不可能是凶手。这幕后必定有更大的主谋。传我令下去，此事继续严查。是。哎，先生，我有一事想请教先生。主公请讲。您平日里在家是如何称呼师母的？哦，我在家称内人为夫人。知道了。
君。这谁啊？回军爷，是我们家女军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之前那个卖种案子根本就不是女军干的，好歹主公英明，才不至于冤枉了女军。哦，我说现在怎么严查呢？还都不让咱们行人随意出城了，定要抓住这个真凶，还女军清白呀！这么说，没准幕后主使就藏在这群人中，准备伺机混出去。那确实得严查。阿姐，眼下我们该怎么办？你慌什么？他们若是找到真凶，还需在这里一一排查吗？玉楼夫人也要出城。魏良将军，外姑祖母寿宴已毕，我夫君病重，我需即刻回边州照料他，还望将军快些放行。主公有令，卖种案没有查清之前，任何来祝寿的人都不能离开余郡，望玉楼夫人配合。郑楚玉呀，郑楚玉，你为何自作主张？你这不是要害死姨母吗？夫人，人找着没有？啊，找着了，快让他来，我好好问问他。人虽是找着了，但是已经问不出话来了。啊？就说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死了？这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听说是洗衣服的时候掉河里淹死的。不可能，楚玉他水性很好，不可能被淹死的，一定是有人想害死他，谁害死了他？啊！你必须得长点记性，如果你再继续胡作非为，总有一天会害死身边亲近之人。夫人怎么了？夫人，莫非是我害死了他？都怪我。是我害夫人，不可以这样说。郑楚玉，不管是自己淹死的也好，还是被人害死的也好，现在事已至此，咱们以后可要小心行事了。再说了，楚玉一死，现在就死无对证。南军也不会查到咱们头上来呀。谁？来了。玉楼夫人，是玉楼夫人来看您了。夫人，我听闻外姑祖母病了。也不方便去打扰他老人家休息，便来夫人这里问问情况。这平日里，婆母最疼世元，但仲林忤逆，又非要把这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夫人别怪微侯，依我看，眼下最煎熬的人便是他了。卖种案事关重大，夫人只看到微侯被祖母责怪，却看不到微国诸多势力对微侯的逼迫。若此事真是世元兄所为，那微侯定要手刃手足。那此时此刻，他又怎能不煎熬呢？是啊，我与夫人一样，也希望此事能够尽快水落石出。其实，这幕后主使是谁，倒也不重要。只要不是世元兄，那微侯便也能松一口气。侄儿，这卖种宴查得如何了？若迟迟没有线索，那就放我跟各位宗亲出城吧。是，都待了几天了。我已经查到，有人多次出入粮库。此人正是多年服侍在我母亲身边的郑叔。那既然人查到了，把他带过来，是真是假，一审便知。但不巧的是，郑叔昨夜突然暴毙，
啊？也就是说死了，死无对证了。我说钟林，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，这事儿可不能糊弄过去。若今日糊弄过去，哎，明日魏国所有的死囚都拿一具不会说话的尸体为自己脱罪了。对呀，那这对呀，这有道理啊！我可以证明。仲林所言，句句属实。郑叔，他常年伺候在我身边，我二人情同母女。我因家族仇恨，难容这巧女，便与楚玉里应外合，征收了麦种，想嫁祸乔家。此事，世元全然不知。真相大白了。不过夫人，寥寥数语就想替史君脱罪，别忘了，魏国也有律法。将军莫要猴急，楚玉出嫁以后，便不可随意踏入魏府。每次他来，我都是差人将他接于偏院。宗亲们要是不信，可以去查。我也请大家想一想，在婆母的寿宴上，是谁提出要看麦种的？哎呀，正是朱夫人。此事是内宅妇人之争，与史君无干呐。那这如此一来，此事并非正事，而是家事了。对呀，既是种姑之母，就无法用律法责罚，应当交由太夫人发落才是啊。对。主公，这也是保全女君与世君最好的办法了，请您定夺。开放城门，让各宗亲出城归家，将母亲送去北院，交祖母发落。夫人，慢走。我以前只知道你是蠢笨了一些，可是没想到你有一副蛇蝎心肠。婆母息怒，婆母，您信也罢，不信也罢，儿媳的确听信郑叔所言，将麦种调包。可是郑叔麦种之事，儿媳真的是全然不知啊！郑叔麦种的事，不是你干的，因为你想不出这么聪明的办法。你这个榆木脑袋，就是学人家坏，都学不到点子上。从现在起，你就去祠堂罚跪反省，抄经拜遍，以儆效尤。夫人，夫人。钟离，我现在虽为边州女君，但有些事从未遗忘半分。幼时，我曾觊觎你家，双方议亲，选中了你的兄长。可惜，是我没这个福分驾驭他。如今每每忆起故人，只能以玉佩寄托相思。这边州路途遥远，还是早些上路吧。为侯保重。保重。南君，玉楼夫人唱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呀？是《诗经》里的《玩兰》，
讲的是儿时的玩伴，如今装模作样、不可相认的故事。阿姐，别再悲伤了。怎么会呢？只消几日，便可以回去做我的玉楼夫人，何悲之有？况且，此行虽未成事，但你我也全身而退，应当高兴才对。玉楼夫人，请留步。望玉楼夫人日后不要再来于郡了。为何？你与魏家虽有情缘，但也经不起搓磨。如今你贵为边州女君，又与魏家的立场相悖。虽然不知你此行有何目的，祖母嘴上虽不说，心中未必欢喜。我不忍心看到他老人家再想起不开心事，所以也就不便再相见了。世元兄，还真把自己当魏家的人了。多谢世元兄关心。世元兄还是多想想，自己留在魏家能否自得吧。表兄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你可以不见我，但是祖母还等着你去请安呢。表兄，少主，魏家人惯会哄骗，少主万万不可再心软。少主的体腔里流着边州陈氏的血，主公对少主日思夜想，急待少主回去助力。且以少主雄才，真就甘心在此一辈子驱使于人，不得斩制。魏家人知你身世，对你疑心不容理，甚至不惜为了巧女，将你置于死地。少主何不就此跟我回边州啊？南君，可还是在为表兄的事情忧心？这件事儿，表兄伤得最深。而且今日我见过祖母，她也十分想念表兄。边州陈滂，定是要和表兄相认的。只是魏家如果再不跟表兄说实话的话，表兄可能就要走了。的确如此。我几次去找他，他都避而不见。我又不想强人所难。南君，我和表兄在魏家的处境相似，且愿意替南君劝说表兄。南君若是信任的话，不如这件事交给妾去解决。这码是什么？哦，南君既然已经决定休娶，我略懂水利，想要为南君分忧。水陆选线关乎人力财力，所以至关重要。最近我翻阅了些资料，做了些批注，希望能帮到南君。来，说给我听听。南君，你看这3座山，
这是荣郡北部的地势。我翻阅了许多资料，发现它比新都的地势高出去许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从这儿往这儿修的话，那务必会花费很多人力和物力。但是过来本来就看不见，哎，那你说这两侧是什么？啊，两侧是谷，说明有山。如果贸然通去的话，会引起灾害。但如果顺着山谷修去，